亲手制作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觉得这会让我们对生活的本质有一个更加清晰、真实的了解。生活的意义就是这样产生的，通过某种尝试产生了某种联系。嗨，各位，我是吴乙。在这期视频中，我将继续分享如何制作我家的厨房部分和阁楼部分。这是 Home DIY 系列的第2期内容。上一期视频里，我完成了岛台、电视柜、金属架和软木板的制作。如果你有兴趣了解一下的话，可以在合集里查看我的往期视频。入户门右侧是厨房区域，我对原始的基础格局进行了一些调整。原本的厨房是封闭式的，我对这部分墙体进行了拆除，将厨房空间完全打开，改造成开放式厨房。我将厨房空间设置成 L 型的布局，水槽被我放在靠近窗户的位置，这样在洗菜、洗碗时能有更好的采光和通风。油烟机和燃气灶等烹饪设备设置在了靠近排风烟道的位置。一方面是因为厨房是 L 型布局，这样的安排可以使洗菜、切菜、做菜和放菜的流程更加合理，符合烹饪习惯，操作起来也更加舒适。另一方面，将2个占用空间较大的部分分别置于两端，台面上也拥有着充足的连续空间，用来备菜、放置碗碟以及其他厨房电器。从厨房到岛台，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功能循环，空间感受更加开阔的同时，使用操作也更加流畅。橱柜的制作部分分为主体柜和水槽柜2个部分组成。主体柜的柜体基础，我选择了宜家的米多系列，台面我选择的是宜博肯系列，而水槽柜的部分则要完全由我自己手搓出来了。之所以没有完全采用宜家的这种标准柜体系列，是因为我家厨房空间的尺寸没有办法完全的适配宜家橱柜系列的这种模块化的尺寸。确定好制作方式后，我在电脑里通过 SketchUp 软件将草图上的想法精确构筑出来。我会根据软件上的数据来计算需要的板材用量，并在网上订购它们。宜家购买的柜体和台面已经组成了柜体的基础部分。接下来我要做的是用与柜门相同的材质来制作柜体上额外附加的部分。板材我选用了与客厅柜门一样的橡木直接板，我认为实木门板能够提供我想要的质感和纹理，其质感和观感也是其他贴皮木板无法达成的。第一步，我先将木板根据我需要的尺寸切割好，并对表面进行一次粗抛光，然后根据我预先确定好的点位进行开孔。我在钻头上安装了显微器，这样可以准确地控制钻头的开孔深度。第二步，在固定前，先在结合的位置涂抹一层木工胶，然后再用螺丝进行固定，这样可以让结合处更加牢固。第三步，在组合成稳定的矿体上安装金属角码，通过金属角码将其与柜体部分连接在一起。同时，我在墙上用冲击钻打孔，通过角码和膨胀螺丝的组合，将其与墙面进行横向的2次固定。下一项要进行的是水槽柜。由于事先在电脑上设计好了水槽柜的模型，我根据柜体的高度和宽度对需要的板材进行切割。在切割的过程中，我会用纸胶带将需要切割的部分先粘上，这样可以有效避免电锯在锯木板时造成木纹纤维的破裂和损伤，使切口更加整齐完整，不易产生损伤。水槽柜的台面和立面我选用的是18毫米厚度的黑胡桃木直接板。测量好水槽尺寸后，我用铅笔在台面上画出相对应的位置，然后用电锯将中间切开掏空。接下来我使用打磨机对其进行打磨抛光，砂纸型号也是从粗到细进行切换，使最终打磨完成的台面变得光滑细腻。打磨完成后，我会在上面刷一层透明的水性木蜡油，第2天干透后再进行最后的抛光。之所以选用水性木蜡油，是因为它具有良好的防水性，能有效防止水槽台面因为长时间淋水使用而受潮，
避免木材出现发霉、开裂、变形等问题。在处理完所需要的板材后，我将预先裁切好的板材组装成方盒子造型的框架。在进行安装时，我会把防锈螺丝完全拧进柜体板材中，避免螺丝帽凸起外露。固定好主体支撑结构后，我在底板上安装了宜家的卡比达系列承重脚，它可以单独进行高度调节，方便我能够找到柜体的最佳水平点。当柜体部分制作完成以后，下一部分咱们要做的就是将已经做好的水槽柜柜体安装到预定位置。由于空间尺寸比较小，我必须进行分步安装。主体部分安装到位后，再将其他的部分根据顺序进行组合。这个过程有点像是拼装一个大的模型。在放置水槽前，我会先在柜体与水槽之间涂抹一层胶水，然后再将水槽安装上去。通过胶水使水槽与柜体更加紧密地固定在一起。在水槽安装好后，再将柜体的台面和外立面依次安装上去进行固定。最后，在已经裁切好的柜门上用打孔器打出孔位来安装宜家的金属荷叶。我选用的是宜家乌斯塔系列的荷叶，这款荷叶的调整和安装都比较容易，方便未来柜门拆卸后用木蜡油来进行保养。对所有门板进行开孔后，我会花点时间来对柜门的表面进行打磨，上木蜡油、抛光。依次处理完成后，将所有的橱柜门板安装在橱柜上，并通过荷叶上的调整螺丝进行微调，确保所有门板平整且缝隙一致。至此，橱柜部分的制作就顺利结束了。到现在为止，厨房的部分咱们就已经构建的差不多了，现在唯一还缺少的就是餐边柜。它是整个餐厨空间的辅助功能柜体，既可以用来放置烤箱和电饭锅等功能电器，同时还能作为小型备菜台，与厨房的台面形成联动。在构思餐边柜时，我希望它具有一定的构造感，整体观感上更加透气。在主体框架部分，我使用榫卯插槽的结构，并突出了插槽处的榫头位置，形成明显的榫卯拼接感。在需要开榫切割的位置，通过手锯和凿子等工具，一点点将需要的部分加工出来。柜体的立柱部分和侧板部分，我分别选用了橡木和海洋板两种不同的木材来进行组合。虽然质感不同，但木头的特性让它们搭在一起就天然的和谐。柜体的顶板和底板是通过定制的 L 型金属件将它们连接在一起，但这样的固定结构仍会有些许摇晃。所以我在背部做了一个 X 型的金属支撑杆结构，来减少横向摇晃，使结构更加稳固。对于放置电饭锅的台面，我专门设置了抽拉功能，两侧通过抽屉滑轨实现，这样在需要时可以将抽屉拉出来使用电饭锅，不需要时可以将其缩回去，有效减少对空间的占用。而这个餐边柜的底部空间是留给烤箱的。另外，我希望餐边柜在未来的生活中可以根据我的使用需求来移动变换位置，所以在柜体的底部我安装了4个带有刹车功能的万向轮。我家的阳台是一个具有 4.5 米高度的特殊空间，我打算用木结构来搭建一层阁楼，这样1层可以用来作为室内空间的延续，2层则可以用来建造出一个像树屋一样的小型私密空间。我先对阁楼的结构进行了研究，最开始我是直接准备将木梁固定到墙体上的，但是后来我在网上发现了这种金属结构件，很多木结构房屋都是用它来进行连接和承重。最终的方案是先将金属结构件安装在房屋的结构梁上，将5个较粗尺寸的松木方架设在金属托件上作为横梁，沿着纵向再铺设一层排列较密的较细尺寸木方作为地面，这样便可以形成稳定的阁楼结构，并且用木头作为材料，也方便我进行搭建。制作方案敲定了，接下来就到了执行阶段。首先，我用激光仪在墙上放线定位，在需要安装金属结构架的位置标注好点位。接下来用冲击钻在墙体上打出安装孔，
并将金属结构件用膨胀螺栓依次固定在墙体上。由于我在网上订购的都是施工用的木方，所以在收到材料后，第一件事就是用打磨机将木材表面的毛刺打磨光滑，然后再刷上一层水性木漆漆，将颜色调整成与空间氛围相符的颜色。木方表面处理好后，我先将书房壁灯安装到位，然后再将横梁安装到金属托架上，并通过螺丝贯穿左右进行完全固定。我在最左和最右两端制作了2段较小的横梁，直接用膨胀螺栓固定在墙体上作为辅助，来帮助最上面铺设的木方在两侧的墙体上进行固定。最后，我将最上面的木方按照设计图纸依次铺设安装，并使它们之间保持着相同的间距。木方之间的缝隙可以让阁楼的光线和气流与下方的空间进行流通，让空间更加明亮舒适，不会由于阁楼的搭建让下层对应的空间显得压抑逼仄。由于阁楼空间有限，我为了保留更多的这个使用空间，所以我在这个位置设置了一个梯子，用于上下楼。如果搭建楼梯，可能会直接占用2层1半以上的空间，且在现有格局下，楼梯的位置可能会影响书柜的摆放，所以最后我选择梯子作为连接方式。我正在木板上根据精确计算好的尺寸来进行钻孔，每个孔之间的距离为40毫米。这个过程我一共整整重复了256次，钻到后来我真是有点怀疑人生了。下一步是嵌入内外牙螺母，作为未来承载其他物品的基础。我想让它可以充满自定义的空间，以后可以通过螺栓在木板上根据需求来形成不同的挂载模式，打造成多功能的墙面。 OK， 这一步我又重复了整整256次，怀疑人生乘2。2楼木板墙面和洞洞板墙面的安装，我采用了一种特别的方式，先在木板上定位，打出一个大孔，在里面放入垫片，然后通过圆头内6角的膨胀螺丝与墙面固定安装。这种处理方法可以让细节更加丰富。在较短的那一面墙，我准备做一个小型的储物柜体，它与洞洞板的墙面形成高低错落的关系，在丰富空间的同时也能提供收纳功能。我用海洋板在墙面制作了一个可以折叠收纳的桌子，在需要时可以放下来形成临时的桌面，用于喝茶、看书、放置电脑等需求。不需要时可通过两边的钢琴铰链来折叠起来，贴合到墙面上。柜体的柜门我选择用木框来搭配金属穿孔板，金属穿孔板能够透光透气。柜门的开合是通过柜门上方安装的2个金属合页，搭配侧面的液压支撑杆，这样在打开时就能起到稳固的支撑作用。关门时下方则通过磁吸卡扣将门吸住。最后在阁楼的下面，我也根据我的需求做了一些小的功能设计。我在这里安装了一个金属壁灯和一块金属板，金属壁灯散发出的柔和光线增添了一抹温馨的氛围，而那块金属板也为这个小空间增添了一份个性和趣味。我一直都很喜欢慢生活的态度，这个慢不代表动作的迟缓或者是态度的懒散，而是我们是否用心的去生活，去真正的参与到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刻。DIY 的这种方式可以让我们能够全心的投入到家庭创作和建设当中，为此打上属于自己的印记。这些印记正是我们自己在时间长河流逝中留下的生命刻度。如果你看到了这里，非常感谢，很高兴能够跟你分享我的 DIY 过程。下一期将会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期，我将会对我的卧室空间来进行制作。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请帮我点个关注，我非常需要你的支持。同时你也会在第一时间看到我更新的视频内容。如果你有任何想跟我说的话，或者说想问的问题，也欢迎在评论区里给我留言。那就这样，拜拜。